刺杀岸田、放话炸国会、冲绳之事计划访华，日本风波接连不断，无疑表明军国主义不得人心，日方好自为之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严树军，欢迎收看严树军论评。日本最近可谓是风波不断，继前首相安倍晋三在街头遇刺当场身亡之后，现首相岸田文雄也在街上遭遇爆炸袭击，幸亏安保人员反应迅速，救了岸田一命。风波还未平息，日本有关部门又收到了一封电子威胁邮件，邮件称已经在国会内安放了大量的炸弹和毒气弹，一时间政府人员个个心惊胆战。好在经过安保人员仔细排查，确定了这只是个假消息，终于松了一口气。不过呢，风波还没有结束。据《环球日报》报道，冲绳知事玉城丹尼在采访中表示，他将要在7月份访问中国，一时激起千层浪。不仅日本政坛感觉地震了，就连美国都觉得情况很严重，对这件事儿提起了12万分的关心。有人这个时候就不理解了，不过是一个地区领导人出访而已，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大的影响呢？让我们翻开地图，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，冲绳位于东海以东，一边是太平洋，一边是中国东海，地理位置十分特殊。不管是从东海进入太平洋，还是从太平洋进入东海，都要经过冲绳这个地方。换句话说呀，冲绳扼住了中国的海上东出之路。除此之外，冲绳还在台湾岛的东北方向，也是南海的东北方向。从冲绳最西边的那屿国岛到台湾岛的距离仅仅只有110公里，就算是冲绳岛到台湾岛也只有600多公里的距离。以 F-22战斗机的速度，只要10几分钟就可以飞到台湾岛。美国在这里建有军事基地，常年驻扎着近2万美军，以及布置着大量的海陆空武器装备。拿刚刚提到的 F-22战斗机来说，这里就有10几20架之多。于日本而言，冲绳是进入东南亚的跳板，也是他叫嚣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底气。于美国而言，冲绳是遏制中国的第一岛链的关键点，也是他维持亚太军事威慑的重要力量所在。了解了这些，我们也就明白日本和美国为什么对冲绳这么关注了。不仅是这样，事实上，冲绳本来叫琉球，一直都是中国的附属国，连琉球这个名字都是中国人取的。19世纪，日本用武力强行吞并了琉球，将它改名为冲绳。美国曾在2战期间将冲绳从日本手里抢了过去，但在2战后，美国又将它交给了日本管辖。不过，日本对琉球一直都只有美国赋予所谓的行政权，而没有琉球的主权，并且琉球地区一直以来都在试图摆脱日本控制，多次掀起反抗运动，想要谋求自身独立。近年来呢，随着日本不断突破和平宪法，中日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，特别是如今，在岸田政府的领导下，日本的军国主义在快速复苏。冲绳的地理位置决定了，一旦中日爆发冲突，它必然会成为对抗的前线。因此，冲绳民众对于独立的渴望越发强烈，这是第一点。琉球独立的民众基础有了，再从历史和国际规则上看，琉球并不属于日本，同时也不属于美国，因为2战后联合国是将琉球交给美国托管的，也就是说，美国对琉球也是只有管辖权而没有主权的，这是第2点。琉球独立的法理性也有了。然后，最近中美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冷淡，几乎面临摊牌局面。琉球领导层在周边国家频繁开展地区外交，取得了不错的成绩。这是第3点，琉球独立的时机有了。从上面3点可以看出来，琉球谋独还真的有一定的实现可能。日本总是叫嚣着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，现在台海还没有事儿，反倒是日本似乎先要有事儿了。在这里奉劝日本当政者一句：
军国主义不得人心，要好自为之。好，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